欢迎收听全球宏观脉搏。过去24小时，市场情绪可以说是极度紧张，尤其是黄金市场出现了一些非常惊人的波动。没错，黄金那个日内振幅高达$240，这个数字太夸张了。盘中一度冲破了$5080这个关键的心理价位，5800，但根本没站稳，最后又回落收在$4964附近。这种剧烈的波动背后，就是多空力量在激烈博弈，简直是杀红了眼。不光是黄金，对，白银也一样疯狂，盘中飙升了8%，摸到了$92的高位。这种波动，很明显，它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事情，地缘政治的整个棋局，感觉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是的，伊朗和美国的那个核谈判消息反转再反转，最后才确认说是周五在阿曼举行。对，每一次这种消息出来，都在直接冲击原油市场的神经。所以我们看到油价的反应也特别剧烈。WTI 原油价，比如盘中就是因为这个消息，一条线就拉上去了，一度涨了快2%，冲上$65一桶。这就很清晰地反映了市场对中东局势的敏感度。交易员们说白了，就是在用自己的头寸给地缘政治风险定价。而且这不光是伊朗一个问题，我们还看到，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那边有新一轮的谈判，同时中国、美国和俄罗斯领导人之间高层互动也非常密集。这可能预示着全球的力量格局会出现一种新的，范式转变。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这些宏观逆风因素是必须得考虑进去的。对，在地缘政治这些喧嚣之下，美国的经济数据，说实话是亮起了警示灯。今天公布的那个1月份 ADP 私营部门就业数据，就是大家常说的小非农，那个数字确实让人大跌眼镜。是的，仅增加了2.2万个岗位，远低于市场预期。查的不是一点半点，而且前值还被下修了。这是一个非常疲软的信号，这一下就把美联储推到了一个特别难受的位置。对，在通胀压力还很大的背景下，就业市场一旦出现裂痕，那货币政策的路径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是一个典型的政策两难。而且同时，美国财政部还维持它的发债策略不变，这就意味着债券供应还是会源源不断的来。如果经济基本面走弱，这个可能会增加整个金融系统的系统性风险。这种矛盾的情绪在美国股市内部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看到了极端的市场分化。对，道指是收涨的，但是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却大跌了1.5%。那个个股层面更吓人。是的 ，AMD 暴跌超过17%，美光科技也跌了将近10%。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全面的牛市，而是非常剧烈的板块轮动。你看那个对政策利率最敏感的2年期美债收益率，现在是3.53%，市场正在重新评估未来的利率趋势。好，那我们把视线转向亚洲，看到的景象就完全不同了。对比非常鲜明。中国央行明确表示，要着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还有中小微企业。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政策信号。这个信号在 A 股市场马上就得到了回应。是的，虽然整体的成交额是萎缩的，主力资金净流出大概640个亿，呈现出一定的成交量背离，但指数还是涨的。对，上证指数依然收涨了0.85%。你看光伏、煤炭和房地产这些政策敏感型板块表现非常强势，好多只股票都涨停了。这跟港股那个科技指数的疲软又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这就说明，在全球宏观不确定的背景下，有针对性的国内政策支持正在创造出一些结构性的机会。所以这对投资者的启示就是，当前的全球市场已经不是过去那种简单的风险开启或者风险关闭的模式了，对吗？对，不能这么简单的看了。地域和行业的分化成了现在的核心主题。没错，美国的科技成长股面临的是宏观逆风，而中国的这些政策受益板块反而可能走出一段独立行情。正是如此。所以我们再回头看黄金的剧烈波动，它其实就是在为我们刚才讨论的所有这些巨大的不确定性进行一种对冲。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展望未来24小时，市场会迎来一个名副其实的超级星期四。对。
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几个关键的时间点。首先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7点30分，会公布挑战者企业的裁员人数。在 ADP 数据已经爆冷的背景下，这个数据就很关键了。对，然后市场的焦点会转向欧洲。伦敦时间中午12点，英国央行要公布利率决议。然后是欧洲央行。是的，法兰克福时间下午2点15分，欧洲央行公布利率决议，随后行长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这几大央行的决策会为整个市场定下新的基调。请保持领先，这里是全球宏观脉搏。免责声明，本内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